在古希腊世界，尼米亚因为大力神赫拉克利斯杀死尼米亚狮子而闻名。又因七雄远征底比斯途中的插曲而成就了他的不朽。在今天的希腊，这里除了有正在复兴中的尼米亚运动会，还有葡萄酒之乡的美名，更是古希腊文化与精神的传承。今天我们就到了这个古希腊的4大泛希腊运动会之一的nemea麦尔运动会的现场。除了我们知道的奥林匹亚运动会，那么nemea麦尔运动会呢，现在也是一个正在复兴中的运动会。所以呢，我们今天有机会参与到第8届现代nemea麦尔国际运动会。I've seen a lot of change,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as they were a year ago, but all will be okay. I move on each and every day. Okay. 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 way back a year ago. You want to run? Yes. I've changed for the better this time. I thought I would never be fine. I strive just to say I'm alright.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I'm alright. I've seen a lot of change,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What? All will be okay. I move on Mirate ελληνικά. each and every day. 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 way back a year ago. Some Chinese in the previous games. Αυτός είναι ο όρκος μέσα. Νικητής, ο Παπαϊωάννου Χρήστος. What? Βασίλειος. Πόδα, παραπόδα, έτοιμοι, άπλοι. Έτοιμοι, άπλοι.
Yeah. That's good. Yeah. 这一种参与的感觉很好。你过。橄榄。这个地方有一个国王叫尼库鲁果斯，库鲁果斯呢既是国王，也是宙斯神庙的祭司。他和他的妻子 Evridiki 两个人呢有了一个儿子叫 Orpheus。那么当时的国王已经年纪很大了哈，可以说是老年得子的国王尼库鲁果斯啊，自然对这个儿子的到来是非常的欣喜，所以呢，他就派人到德尔菲去求神谕，希望知道怎么才能让他最后的儿子能够顺利的长大。那么德尔菲的神谕呢，就告诉国王尼库鲁果斯说，你要让你的儿子顺利长大呢，就要让他在学会走路之前，不要双脚碰在地上。所以呢，尼库鲁果斯呢就请了一个仆人伊普西比尼啊，这个伊普西比尼呢，他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他是一个王后，因为犯错呢被卖成奴隶，所以呢，这个尼库鲁果斯就把他请过来照顾他的儿子。有一天，伊普西比尼呢正抱着奥菲迪斯啊，在宙斯神庙的周围散步的时候，迎面呢就走来了7位啊，这个武士打扮的壮汉。这7个人上来之后呢，就非常礼貌的跟伊普西比尼要水喝。非常善良的西比尼呢，就把怀里的奥菲提斯啊放在了地上的一处野芹菜上，要到旁边去给这7位壮汉呢打水喝。谁知呢，他刚刚把孩子放到头上，水还没打回来呢，这树林里啊就站出一条大蟒蛇，就把奥菲提斯给咬死了。虽然这7位壮汉呢，最后呢把这条蛇也杀死了。7位壮汉呢，对这个小孩子的死是因为自己要水喝，自然是非常的自责。当这个国王尼库鲁果斯知道自己的儿子被蛇咬死了，立马呢就要把这个伊普西比尼给杀死。最后呢，在这7位大将的极力的劝阻之下呢，才饶了伊普西比尼的命。这7位大将是谁呢？他们啊，就是阿尔戈斯7位大将军，他们呢被国王派到底比斯啊，去帮助俄狄浦斯的儿子伯尼克利斯夺回王位。途中呢，正好路过尼米亚这个地方，碰上了伊普西比尼和这个小王子奥菲提斯。在这种情况下呢，这7位大将呢，一是出于内心的自责，二呢也想安慰一下这个悲愤交加的国王。所以呢，这7人中呢，有一个啊，有说预言的能力，他呢就告诉国王尼库鲁果斯说，你儿子的死亡啊是天意，是奥林波斯山上的众神啊希望他死亡之后成为神，这是他的命就是这样的，他要成为神的。所以呢，我们从现在开始呢，每2年我们要在这儿举行一场运动会，用来纪念你这个儿子。这样呢，尼米亚的运动会就在这个地方奠基了。在比赛期间啊，裁判呢，他们要穿黑衣服啊，用来悼念意外遇难的这一个王子奥菲提斯。而冠军获得者呢，头上要戴一个野芹菜做成的花环，用来纪念小王子奥菲提斯在那个野芹菜上遇难的事件。虽然这7位勇士啊，在远征底比斯的时候呢，全部丧生了，但是呢，他们所创建的尼米亚运动会却成为了古代最重要的泛希腊运动会之一。直到古罗马时期，这个尼米亚的泛希腊运动会啊，才被迫的停办了。最后呢，又在这个1996年的时候啊，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又重新复兴了尼米亚运动会，举行了第1届，从1996年。今天呢，正好是第8届尼米亚国际运动会。
不太不对。这个是什么国旗来着？这是外交文化啊，这是外交国际，不知道怎么说对外文化。到中国国旗上拍张照片吧。哎呀，这国旗怎么还不起来了呢？觉得我这跑得不好，都不想起来。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国旗。今天这面国旗是为我而插的，知道吗？因为这场比赛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觉得真好。那前面那个是要点火，一会儿还点火，不知道什么时候点，我问问他。那时候就该点。Πότε θα ανάψουμε το φλόγα? Απόγευμα. Κανονικά η φλόγα καίει συνέχεια. 就它那个因为刮风嘛，有危险嘛，有这个火灾的危险嘛，所以正常的是应该一天到晚都点着了。但是呢，因为这个有风和火灾的危险呢，所以他说可能到下午闭幕的时候可能会点，但是昨天也点了一会儿，因为这旁边的这个消防员在旁边指点他们。我μιλάω. Άρεσε και τέτοια. Ναι. Μακάρι να είμαστε καλά, να αξιωθούμε, πάμε και εμείς στην Κίνα. Ναι, βέβαια. Μακάρι, ναι. Αυτά είναι ταξίδια πολιτισμός. Ναι. Εμένα μου αρέσει τώρα και προσπαθώ να διαβάσω για Κίνα, για Ιαπωνία, για αυτά. Ναι. Για διατροφή, Ναι. για αυτά, με το σαμουράι. Με την Κίνα. Winner David Michael. 根据古希腊诗人品达的记载，尼米亚运动会呢，在公元前573年成为了古代4大泛希腊运动会之一。在古希腊人的思想里啊，运动会本身就是对神的一种献祭，所以呢，在每届运动会开始之前1个月，举办方啊就会向古希腊世界的各个城邦和地区发出神圣停战协议。在此期间，如果有谁发动战争，那就是对神的大不敬。比赛开始之前呢，运动员啊都要到宙斯神庙里面献祭和宣誓，之后才能够来到附近的体育场进行比赛。Νικητής ο Παπαϊωάννου Χρήστος. 比赛项目通常有跑步、摔跤、射箭、赛马和音乐比赛。每个项目呢只设冠军，冠军的奖品啊是用野芹菜做成的桂冠。尼米亚运动会的举办地从公元前460年被迁到了它的创办者们的家乡阿尔戈斯。公元前330年左右，在马其顿国王菲利普2世的经济资助下，重建了尼米亚宙斯神庙和体育场，并将尼米亚运动会又迁回到了尼米亚地区。直到公元前100年左右，尼米亚运动会呢永久地迁回了阿尔戈斯。从此呢，尼米亚的宙斯圣所和体育场也逐渐地被荒废。他说那个，哎呀，中国可了不起了，说但是我是科林斯人，在希腊说每一个地方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有非常这个了不起的文化。比如说我们科林斯啊，我们曾经是非常富有的，因为我们有码头。做生意、做贸易，罗马人过来，然后我说是不是还有这个小亚细亚的人也往这过来？他说是，所以我们很厉害。他说我记得好像说这个汉语中希腊这2个字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名字在汉语中呢是富有的意思。哎，我说这个意思，我没有研究过，但是从我的理解呢，在汉语中，你们这个国家的名字呢叫希腊，而希腊这2个字呢，其实就是根据
你们希腊语的希腊 Hellas 这个词音译过来的。啊，他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All right， Have a nice day。啊，就这样跑过来，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他这个跑步的这个叫。Έτοιμοι. Πώς το είπε. Άπειτε. Αυτό τι σημαίνει. Άπειτε. Το είναι πόδι. Εδώ ένα πόδι μπροστά το άλλο πίσω. Ναι. Έτοιμοι, άπειτε ότι ξεκινάμε. Άπειτε είναι ξεκινήσει. Ξεκίνα. Α, αυτό είπε. Αυτό είναι αρχαία. Α, δεν το κατάλαβα. Ευχαριστώ πολύ. Λίγο μιλάω. Λίγο. Καλά. Λίγο μιλάω. Λίγο. Καλά. Bravo, bravo, bravo. 好玩了，对，哎呀，不错不错，啊，虽然成绩不佳，但是这种体验还是非常棒的。这个那个。我们现在去那个考古博物馆和宙斯神庙去看看，啊，这运动员是要去宣誓的地方，我们是瞄一眼。我们先去宣个誓吧。那个雕塑就是七雄远征底比斯时期的尼米亚小王子 Ophiuchus。那我们小时候，有时候您这个头掐下来，按在手上玩，你看好不好玩？酸甜酸甜的。味道比葡萄好。就说今天免费了，是吗？应该是。20世纪60年代末，当考古学家们在尼米亚地区在一望无际的这葡萄园中找到宙斯圣所时，还能看到宙斯神庙3颗屹立不倒的多尼克石柱。随后啊，宙斯神庙周围的这些配套建筑呢，也逐渐的被发掘出来。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呢，尼米亚的宙斯神庙似乎常年啊都香火兴旺。来自于古希腊世界各地区各城邦的信徒们都会到这儿来朝拜尼米亚的宙斯。特别是在每2年一届的尼米亚泛希腊运动会期间，尼米亚圣所所呈现出来的呀，那更是一幅空前的盛况。从1974年到1981年之间，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的考古学教授 Steven Miller 先生呢，在距离宙斯神庙约400米处的地方啊，发掘出了古代尼米亚运动会的体育场和36米长的
拱形入场通道。体育场所在的呢是一片洼地，在古代啊，冬季雨水丰富的时候呢，这里就会形成一片湖泊。从2020到2012年之间呢，Steven Miner 先生和有关文化与考古部门共同努力下，又把宙斯神庙的另外6颗大理石柱修复。所以呢，这样我们对宙斯神庙以及整个圣所的轮廓呢，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了解。所以今天的尼米亚遗址包含3个主要部分：宙斯神庙、运动场和宙斯神庙旁边的9间房屋遗址。宙斯神庙的面积大约是850平方米，主要由石灰石制成，周围有32根石柱。整个神庙啊分为前殿和中殿。就这2颗柱子，再靠近我们过来一点的这个地方为止呢，就是前殿。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中殿。在通常的情况下呢，古希腊的神庙呢，它是分前殿、中殿和后殿，而这一个神庙呢，它没有后殿。这座神庙呢，两端呢各6颗多尼科柱，两侧呢各12颗多尼科柱。外廊是很靠外的。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内殿了哈，这内殿呢，它是由12颗柯林斯式的柱子，我现在所站的这一条呢，就正是柯林斯柱子的站的座基。但是呢，它这个内殿的高度呢，就没有这个外面看上去那么高。内殿里面它是2层啊，是一个2层楼。内殿的第1层呢，是由12颗柯林斯的柱子，第2层呢是爱奥尼亚式的柱子。内殿的深处呢，有一个下层的区域，这个区域呢，相当于是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里面的阿地洞地区。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上次去德尔菲的时候，说德尔菲的那阿波罗神庙里面有一个阿地洞。其实阿地洞就是个密室，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说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只有这个祭司或者说最高祭司才能进去的地方。据推测可能呢也是那个阿地洞的那个功能吧。这座神殿它是最早期的使用了3种柱式的这个神庙之一。这一座建成于公元前330年的神庙它是建在一座公元前6世纪的更早期的神庙的地基之上。这个变厚了，604。这一块大石头，柱头上面的那个眉，不知道翻译你怎么说？这个叫 triglyph， 每个 triglyph 中间呢就会有一个浮雕，这可能就是后来考古学家发现说，宙斯神庙它是没有任何雕塑什么东西装饰的你比如说雅典卫城上面每个 triglyph 中间的这一个，它就是一个主题雕塑，而这一个就没有。这也不是说有了把它给铲掉了什么的，它是痕迹上看到它就没有过。你看，因为这块石头是现在下来了，我们看到它有1米多高。要是说它在上面，你看我们看雅典卫城，看到它好像就只有1尺多高的能那么大一点。这个是柱子对，它是一个模拟的，你看，这就是那个多尼克斯的柱头嘛，那柱头顶上就隔着这个横梁嘛，横梁的上面就是这个triglyph这一圈嘛。在上面就是那个三角眉了。这宙斯神庙上其他的一些柱子，一节一节这么上去了。你看我们远看这柱子好像看不出它这么粗，但是呢，这下来之后，这一颗柱子呢，其实它的直径呢都是差不多有1.5米左右，就是1米高嘛。那每一颗柱子呢是由13颗这样的鼓这一节一节的13节这么叠上去，13节柱子就差不多是13米高了。那柱子上面呢还有几米高的这个门楣，
那这一些之所以放在这儿，可能就是有一些它没法修复嘛，就中间缺了一块啊什么，它没法把它堆成一根完整的嘛。那么据说这周围一共有1100块编过号的这样的石头在这儿。那么我们到这儿再来看看，当这个神庙被发现的时候，它只有3颗柱子在这儿立着嘛，很明显的3颗柱子就在最边上角上的这一颗和挨着的这1颗2颗，然后另外的6颗呢都是后来修复的，让我们一眼就能看出那是后来修复的。所以呢，这就是这个希腊的考古学的一种思想嘛。他们要修复一个东西的话，不是说把它修的就是跟古代的是一模一样的，它是要让你清晰的认出来说这一个是后来修的那一个呢是这个以前就有的，那叫什么呢？叫修旧如旧。这个是点圣火的，和刚才在体育场一样因为这个圣火呢，正常的情况下呢是整个运动会期间都是要燃着的，这个是被风化的，你看这些小洞洞都是被风化的。这是那颗老柱子呢，这上面这也是长的这种苔青，这就证明这个地方它的也是自然环境非常纯净的。你看这上面长的都是这种苔青。这个直径我觉得都快2米了吧？我就说最下面的这一块，差不多2米，1.80米有了，我感觉。公元前330年一直到现在，它就在这儿站着，没有倒过。这2颗柱子，20年时候，Steven Miner 教授主持修复起来的这2颗。那另外的那4颗，一直到2012年期间修了6颗，加上它原有的这3颗。他修这个为什么要修呢？只是说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看看这些柱子，知道说这个神庙曾经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到这儿来呢，对这个神庙的视觉上呢，就有了一个更直观的认识了。如果没有这6颗柱子呢，可能就对神庙这个曾经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连想象可能都没法想象的更多。仆人西比尼就在这一带，因为这是神庙嘛，国王呢他既是国王也是神庙的祭司嘛，所以他估计也是在这个神庙附近住嘛，就说是一个小树林在里面呢有泉水，就在这儿打水。因为那个野芹菜它是要在有水的地方才生长的，所以呢，有人就推测它可能就在这一片树林下面有那个泉水，然后呢，野芹菜在这里长着。我看看这个上面写的是啥？1980年到1984年得成日久，20年、2年2次修了这6颗柱子。这9间房屋的具体用途不明。但是呢，考古学家们根据从其后面发现的一口水井而推测，它们可能是神庙的祭司和工作人员的生活区域。其中一间房屋里发现了可容纳11人的餐桌以及4个烤炉。尼米亚博物馆呢，建成于1974年。在这个遗址上发掘出来的所有的文物都在这一个博物馆里展出。尼米亚遗址博物馆加州大学建造，并于1984年捐赠给希腊。博物馆位于尼米亚考古遗址的入口处，这里展出了从青铜时期到拜占庭早期的遗存和周边发现的文物。还有古代游客到访尼米亚时留下的钱币，以及与当地体育活动有关的物品，还有周边的一些迈锡尼时期的居民区和墓地出土的文物，例如埃多尼亚和阿伊亚伊雷尼定居点的陶器和珠宝，弗利欧斯和 Petri 遗址的一些墓碑铭文、建筑遗存等等。除此之外，博物馆还收藏了18世纪和20世纪旅行者拍摄的尼米亚照片。
去看看尼米亚狮子洞，啊，看那只狮子当时是怎么被赫拉克利斯给干死的，啊，但是这个洞很长，它有2个出口，所以我们只能到1个出口了，另一个出口很远，肯定到不了了。就说你说这个，它这个作为一个考古遗址，为什么我们这一路过来都没有看到任何这个指示牌呀？就在这儿，你看，那就是纳普良的帕拉明城堡，最远处左边看得到的山头，你看到最远的左边那个山很陡峭的，那就是帕拉米尼嘛。下面稍微偏一点矮一点，那就是阿库拉纳普纽嘛。啊，这个地方你看这边这是柯林斯卫城嘛，中间那个山头，哎呦，这个地方好啊，这个狮子会选地啊，没了。这我们往这儿来的，我们是从这边上来的，从这边上来的。我们是往这儿，我们车停在这儿，从这儿上来的，啊，就是你，就你这样。刚才走过头了。对呀、但是它，哎，这个这样上来，它是往下走啊。啊，走过头了，就是也就是说，刚才有个地方让你走下去，啊那边有个就走下去的点了。就是啊，狮子太狡猾了，这个狮子啊，你从那门口过来你都看不到，可能是那个地方下去，嗯，就这儿下去是吧？对，他说让你从这儿下去。瞄一看有没有下去的可能，哎，还真有哎。相传呐、远古时期的尼米亚地区啊，曾经是一片名不见经传的蛮荒之地，到处荆棘丛生，啊，时有猛兽出入。那这追根溯源呢，尼米亚这个地区为人所知呢，还得从多情的宙斯说起。有一天呢，宙斯啊爱上了底比斯大将安菲推用的未婚妻，也就是珀尔修斯的孙女阿尔克米尼。所以呢，他趁安菲推用外出作战的时候，就把自己啊变成了安菲推用的形象，和阿尔克米尼同房。随后呢，阿尔克米尼就生下了赫拉克利斯。当天后赫拉得知了这一事实之后，她就对自己丈夫的这个私生子啊实行了长期的迫害，甚至呢，让赫拉克利斯啊变得癫狂之后，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那清醒之后的赫拉克利斯呢，就意识到了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所以啊，他就来到了德尔菲，希望神谕能够告诉他，怎样才能洗清自己的罪孽。而德尔菲神谕呢，告诉赫拉克利斯说，如果你去为迈锡尼的国王埃弗里斯塞尔斯服务12年，并完成他交给你的10项任务，你不仅可以洗清你的罪孽啊，你还可以成神。赫拉克利斯呢，就来到了迈锡尼，找到了自己的舅舅国王埃弗里斯塞尔斯。那这国王埃弗里斯塞尔斯呢，非常热情的接待了这一位远道而来的外甥，但是他内心里对这一个天生神力的外甥是非常忌惮的担心有一天他会夺走了自己的王位。于是呢，他就在内心里开始琢磨着怎样除掉这个外甥。这呢，也导致了日后
埃弗里斯塞尔斯与赫拉克利斯家族结下了不解之仇，最后呢，导致了赫拉克利斯家族和雅典的特修斯把埃弗里斯塞尔斯连同他的5个孩子一起杀害。这阴险的埃弗里斯塞尔斯呢，随即就交给了赫拉克利斯10项九死一生的任务，这每一项都足以替他除掉赫拉克利斯。这第1项任务呢，就是让赫拉克利斯去除掉乃梅尔地区的狮子。据说这一只狮子就是赫拉豢养的，专门用来对付赫拉克利斯的。这头狮子体型如牛，力大无比，全身的这个皮毛都是刀枪不入，那4只爪子锋利的就跟刀刃一样的，吼叫一声呢，足以让方圆数十里都地动山摇，并且它还嗜血成性，每天都会出来祸害周围的老百姓和他们的牲畜。于是呢，赫拉克利斯呢就欣然领命，第2天就抵达了尼米亚地区的肯尼欧纳小镇，住到了一个牧羊人家。他和这个牧羊人约定说，如果我30天之后把这一只狮子杀死了，活着回来了，我就和你一起呢给宙斯献祭一头公羊，否则呢，那这一只公羊呢，你就献祭给已经被狮子吃掉的我。约定好了之后呢，次日这个赫拉克利斯就在这一地区到处寻找狮子的踪迹，最后这狮子的老巢还真被他找着了。这是一个有2个出口的大山洞所以呢，赫拉克利斯就埋伏在了入口周围等待这只狮子的出现。快到傍晚的时候呢，果然这只狮子大摇大摆的悠悠闲闲的就冲着他的老巢回来了。这时候呢，赫拉克利斯呢就弯弓搭箭，对着这头狮子的心脏部位就射出一箭。谁知他射出去的这支箭呢，竟然像碰到了钢铁一样，无力地掉到了地上。这时候赫拉克利斯立刻就意识到了，这头狮子它的皮毛是刀枪不入的。紧接着呢，这头狮子就朝着赫拉克利斯藏身的地方扑过来。那么这个时候的赫拉克利斯迅速的就掏出了随身携带的那一只由青柠橄榄树制成的狼牙棒，对准这头狮子的头部就是一棒打下去。只听这只狮子一声惨叫，扭头就冲进了他的狮子洞。这时候呢，赫拉克利斯搬来大石头把这狮子洞的一个出口给堵起来了，就从另一端呢就进入了这黑暗狭窄的狮子洞里面。经过一番惨烈的搏斗之后赫拉克利斯再一次用他的狼牙棒把这头狮子打晕，之后呢，从背后活活的把这一头狮子给勒死。勒死这头狮子之后呢，在这个雅典娜的指点下，赫拉克利斯用这个狮子自己的爪子把它的皮毛给剥下来，成了赫拉克利斯的盔甲。那么也是从此之后呢，这个赫拉克利斯的代表形象就是披着狮子皮，这狮头在他的头上像个盔甲，手上拿着狼牙棒。这如果说在古希腊画面中看到这样的形象，那就是赫拉克利斯了。那这赫拉克利斯呢，扛着这头被他打死的狮子，身上呢披着这头狮子的皮毛，回到麦西尼，来向这个国王，也是他的舅舅埃弗里斯塞尔斯交差了。话说这个埃弗里斯塞尔斯吓得就躲进了一口特地为他打制的铜缸里面，不敢出来，告诉赫拉克利斯不要进入我的城门你在城门外面就行。而这一幕呢，也被制成了小铜像在上次我们一起去看的德尔菲博物馆里面展出。从此尼米亚这个地区就因为大力神赫拉克利斯杀死尼米亚狮子的故事而闻名于古希腊世界。